最近的黄金市场可以说是一场多空双方激烈的博弈，价格在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有所回调，但市场的热情似乎并未消退。这到底是牛市中的健康回调，还是趋势反转的信号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不能只看价格线，还必须深入到市场的机理里面。今天我们将再次为大家进行一次独家的深度解析。我们拿到了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10月份市场报告，依然聚焦于全球黄金市场的两大引擎，中国和印度。我们将逐页逐图的剖析最新的数据，看看在这场高位震荡中，两大市场的真实需求发生了哪些微妙而且关键的变化。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朋友，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对您当前了解市场的格局都将有一个更加清晰和立体的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我们首先来看这份中国黄金市场快讯。10月份的标题非常引人注目，10月反季性的强势。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我们来看报告第一页的要点部分，信息非常密集。首先我们看到10月份金价继续上涨，上海金和伦敦金分别上涨了 5.5% 和 4.9%。其次，批发需求逆势增长，环比和同比都出现了上升。第三，中国的黄金 ETF 迎来了巨额资金的流入，达到320亿人民币。最后，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2个月增持黄金，每一个要点都指向了一个强字。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页的图表1，标题是全球金价在10月份录得进一步上涨。这张图展示的是上海金和伦敦金的月度回报率，黄色的柱子是上海金，灰色的柱子是伦敦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0月份两根柱子都稳稳地站在零轴上方，显示出强劲的回报。这说明在全球范围内，黄金的上涨势头在10月份得到了延续。我们翻到第2页，这里提到10月份的黄金市场是分裂但积极的。前半个月因为风险事件和强劲的 ETF 买盘而大涨，后半个月则因为地缘担忧缓解和获利回吐了结而回调。但关键在于批发需求，请看第2页的图表2，标题是批发黄金需求逆季节性进一步上涨。这张图展示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月度出货量，黄色线代表2025年，灰色线是2024年，而蓝色的线是10年平均值。这张图的重点非常突出，在10月份，代表2025年的黄色线不仅高于代表去年的灰色线，而且几乎与代表10年平均水平的蓝色线持平。要知道10月份通常是国庆黄金周之后需求淡季，但今年的需求却异常坚挺，这就是报告标题所说的反季节的强势。这种强势的背后是投资需求的井喷。我们来看第3页的图表3，标题是中国黄金 ETF 在10月份出现了显著需求。这张图里紫色的柱子是每个月 ETF 的需求变化，也可以理解为净流入。黄色的曲线是月底 ETF 的总持有量。请大家看10月份的那根巨大的紫色柱子，它代表了320亿人民币，合计34吨的巨额流入，这是近半年来的最高值。受此推动，代表总持有量的黄色曲线也陡然拉升，创下了历史新高。面对这创纪录的资金流入，欢迎大家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加入浩投资的官方社群，一起讨论后市的策略。当投资情绪被点燃，最活跃的资金也会进场。请看第3页下方的图表4，黄金期货交易活动在10月激增。紫色的柱子是期货的日均交易量，黄色的曲线是价格波动率。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份，随着黄色波动率曲线的上扬，代表交易量的紫色柱子也出现了巨大的跳升。平均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47吨，
这说明市场的剧烈波动吸引了大量战术性交易者进入期货市场博弈，市场热度极高。当然，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央行的动作也从未停止。我们翻到第4页来看图表5，标题是中国官方黄金储备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这张图非常震撼，紫色的柱状区域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总量，黄色的曲线则代表黄金储备占总外汇储备的百分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22年底开始，紫色的柱状区域就形成了一道无法阻挡的上升斜坡，连续12个月都在增加。同时，黄色的占比曲线也从 5.5% 稳步攀升到 8%， 这表明增持黄金是中国的长期国家战略，并且在坚定不移的执行。最后，我们再看第4页下方的图表6，关于进口数据，标题是9月份黄金进口量反弹走高。这张图表显示，9月份的黄金净进口量达到93吨，环比和同比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个数据完美的印证了我们在图表2中看到的批发需求反弹，表明为了满足国内强劲的需求，中国正在从国际市场上买入大量的实物黄金。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个巨头印度。这份10月份的报告标题是季节性的力量。我们来看第1页的要点，金价从高点回落，但仍有支撑，国内金价重新回到折价状态。节庆期间的需求强劲，但节后有所放缓。黄金 ETF 和进口在10月份依然非常强势。请看第1页的图表1，标题是金价从近期高点回落，但继续坚挺。这张图里，蓝色和浅绿色的柱子代表国际和国内金价的月度变化，紫色的线则是以印度卢比计价的本地金价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份，金价依然录得了 5% 左右的正增长，但到了11月，柱子变成了负值，显示价格有所回调。但更重要的是看紫色的价格曲线，它虽然从最高点有所回落，但整体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区间，这是一种典型的高位盘整的形态。这种盘整也体现在本地的溢价上。请看第2页的图表2，国内金价转为折价。这张线图展示的是印度本地金价相对于国际金价的溢价或折价。在之前的报告里面，我们看过，由于节庆需求火爆，这条线一度冲到了很高的正溢价，但现在随着排灯节和各种节庆高峰的过去，这条线重新回到了0轴以下，变成了折价。这说明节后的实物购买热情有所降温，买家不再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抢购黄金了。但是实物需求的短期降温并没有影响到投资需求的持续火热。我们看到第3页，这一页的文字信息非常重要。报告指出，10月份的印度黄金 ETF 连续第6个月录得强劲流入，净流入额高达770亿卢比。更惊人的是，当月新增了创纪录的 91.1 万个投资账号，这说明印度的普通民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通过 ETF 这种金融工具来投资黄金。这种热情我们在第3页的图表3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标题是印度黄金 ETF 涨势继续，绿色的柱子是月度的净流入资金，紫色的曲线是 ETF 的总持有吨数。我们可以看到，代表10月份的绿色柱子虽然比9月份的峰值略低，但仍然处在历史高位，显示出持续强劲的资金流入。受此推动，蓝色的持有量曲线也继续向上攀升，再创历史新高。面对印度的这股投资热潮，欢迎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第1条留言，加入浩投资官方社群，与大家一起交流观点。最后我们来看第4页的图表4，印度的进口数据，标题是季节性提振抬升了
黄金的进口。这张图里，蓝色的柱子是进口吨数，绿色的线是进口金额。请看图表最右侧，代表10月份的数据。无论是代表吨数的蓝色柱子，还是代表金额的绿线，都出现了一个巨额的创纪录的尖峰。当月进口量估算高达137到142吨，价值147亿美元。这说明，为了满足10月份排灯节的巨大需求，印度从国际市场进口了天量的黄金。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深入分析了中国和印度10月份的最新市场数据，现在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能得出什么终极的结论。一个共同点和2个不同点。共同点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投资需求，尤其是通过黄金 ETF 体现出的投资需求，都异常火爆，并且都在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正在将黄金作为核心的配置资产，这种趋势非常强劲。而不同点则更有趣。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实体需求的驱动逻辑。中国的实体需求表现出的是反季节的强势，是在投资热情带动下的逆势增长。而印度的实体需求则是典型的季节性的力量，在节庆期间达到了顶峰，节后则自然回落。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市场的价格表现。由于需求逻辑的不同，印度市场在节后出现了折价，而中国市场的价格则一直保持坚挺。那么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初次接触市场的朋友来说，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全球最大的2个黄金消费国投资需求的基本盘非常稳固，这为全球金价提供了强有力的底层支撑。而对于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来说，这2个市场的差异就是宝贵的交易信号。印度市场的折价告诉你短期实物需求的真实温度，而中国市场的反季节强势和期货市场的活跃度则揭示了投资情绪的强度。通过对比分析这2个市场，你就能更精准地把握全球黄金市场的脉搏。希望这份详尽的图表解读能帮助你在这波市场中看得更清，走得更稳。你对后市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这波调整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